1899年的纽约对于我来说，就像一个钢铁和玻璃构成的迷宫。华尔街上到处都是穿着考究的绅士，他们走路的姿态、说话的语调，甚至连看手表的方式都散发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自信。我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门前，仰望看着那座雄伟的建筑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。在波士顿，我是小池塘里的大鱼，在这里，我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。但是我并没有被吓倒，相反，这种挑战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斗志。我知道自己的天赋，我在波士顿成功的证明，我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机会。第一个月，我住在廉价的旅馆里，每天在华尔街周围转悠，观察这里的运作方式。我很快发现，纽约的游戏规则与波士顿完全不同。这里的交易规模更大，速度更快，参与者更加专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对赌行业更加先进。他们使用报价带，一种能够实时传输股票价格的电子设备。在波士顿，价格信息往往有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延迟，但在纽约，一切都是即时的。我以为这会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，但是我错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纽约的第一次重大交易。那是在1900年3月的一个星期二，我选择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。在波士顿，我习惯了根据价格的缓慢变化来做决策，那种节奏让我有时间思考，有时间分析。但在纽约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我下了一个大注，押注联合太平洋会上涨。在我的分析中，这只股票应该从95上涨到100以上。我的分析是正确的，股票确实开始上涨。但这就是纽约给我的第一个残酷教训的开始。我看着报价带上的数字95、96、97、98，一切都是按照我的预期来进行的。我开始计算我将要赚到的钱，我开始想象这次成功会如何为我在纽约打开大门。然而在股票达到99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报价带上的显示的价格和实际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延迟。当我试图在99.5卖出的时候，我被告知实际价格已经回到了96。我不仅没有盈利，反而面临着巨大的损失。报价带因为远远落后于市场而击败了我。我后来这样总结这次失败：打印出来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毁了我。那一天，我损失了我在波士顿积累的大部分资金。更痛苦的是，我意识到我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技能，在这个新的环境中都需要重新的学习。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我的资金所剩无几，我的信心也遭受了重创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我的能力，甚至怀疑我选择的这条道路。但我没有放弃。我知道，如果现在离开了纽约，回到波士顿或者施鲁兹伯利，我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潜力在哪里。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纽约市场的特点，我发现这里的交易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趋势，还关乎着信息流动、内幕消息的传播、大资本的操作。我学会了区分哪些价格变动是基于真实的供需关系，哪些是由人为操纵造成的。我学会了识别这些试图误导小投资者的假动作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耐心。在波士顿，我可以依靠直觉进行快速的决策，但在纽约，我需要更加的谨慎，需要等待真正的机会。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。我经历了无数次小的失败，每一次都在削弱我的资金和信心。有几次，我几乎都要放弃了。但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话，想起施鲁兹伯里那片我永远回不去的土地。我知道我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征服这个市场，要么被它彻底的击败。1901年的夏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北太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开始异常的活跃，价格在几天内从110飙升到了150，然后又迅速的回落。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投机活动，但我感觉到了不寻常的东西。我开始仔细研究这只股票的交易记录，分析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。我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投机，而是一场控制权的争夺战。有2个巨大利益集团正在为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而战，而普通投资者们还蒙在鼓里。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如果我能正确地预测这场战争的结果，我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。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，我的资金有限，如果我的判断错误，我可能会失去一切。经过几天的观察和分析，我做出了决定，我押注股价会继续上涨，因为我相信其中一方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了获取控制权。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周，股价像过山车一样上下波动，每一次的变化都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我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，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报价带的旁边。最终我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，北太平洋铁路的股价飙升到了300以上，我获得了超过500%的回报。但真正重要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我重新找回了自信。我证明自己不仅能在波士顿的小池塘里游泳，也能在纽约的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。太平洋铁路的成功为我在纽约打开了大门，人们开始注意到我，开始谈论这个来自波士顿的年轻的投机客。但我知道，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，我需要证明这不是运气，而是真正的技能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我开始建立自己在纽约的声誉，我不再频繁的交易，而是更加谨慎的选择机会。我学会了如何利用纽约复杂的金融网络，如何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，如何在众多的噪音中识别真正的信号。我开始理解了华尔街真正的运作方式，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易股票的地方，更是一个信息、权力和金钱交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知识就是力量，时机就是一切。我也遇到一些真正的高手，那些控制着巨额资金的操盘手，那些能够影响整个市场走势的幕后黑手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但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弱点。我意识到，即使最成功的操盘手也无法完全控制市场。市场有自己的意志，有自己的逻辑，真正的智慧不是试图控制市场，而是学会与市场共舞。随着财富和名声的增长，我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我搬出了廉价的旅馆，在曼哈顿租建了一套公寓。我开始购买昂贵的衣服，出入刚早的餐厅和俱乐部。1906年，我遇见了内蒂·乔丹，一个美丽聪明的社交名媛。她被我的成功所吸引，我也被她的魅力所征服。我们很快结婚了。婚礼是一个盛大的社交活动，华尔街许多重要的人物都出席了。那一天，我感觉自己真正成为了纽约金融界的一员。但我也开始感受到成功带来的压力。随着财富的增长，人们对我的期望也在提高。每一次交易都被人关注，每一次决策都被人分析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声誉是一把双刃剑，它能够带来机会，也能够带来压力和责任。到了1906年年底，我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积累了经验和洞察力，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市场的呼吸，能够察觉到那些细微但重要的变化。我注意到，整个金融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，银行的杠杆越来越高，投机活动越来越疯狂，人们的信心越来越建立在这种虚妄的基础上。我开始感到了一种不安，一种将有大事发生的预感。这不是基于任何具体的数据或者信息，而是一种直觉，一种我在多年的交易中培养出来的第六感。我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机会做准备，我积累现金，减少了风险敞口，
等待着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时刻。我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，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来。而当它来临的时候，我要确保自己准备充分。这种准备很快就证明了它的价值。1907年，金融恐慌即将来临，而我将在其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，不是作为受害者，而是作为少数几个从灾难中获利的人之一。但在那个成功到来之前，我还要经历一次几乎毁掉我一切的挫败。这次挫败不仅让我失去了金钱，还让我失去了我以为会伴随我一生的爱情。安妮从来没有真正理解我的工作，对她来说，股票交易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。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如此痴迷于那些跳跃的数字。你更爱那些股票，还是更爱我？她有一次这样问我。我当时没有回答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答案。我爱他，但我也无法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对于我来说，交易不仅仅是工作，它是我存在的意义，是我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。随着我在工作上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他开始抱怨我总是心不在焉，总是想着市场，而我开始感觉到了被束缚、被限制。矛盾在1906年达到了顶点。我在一次交易中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，虽然不足以影响我整个的财富，但足以让我感觉到了挫败和愤怒。当我回到家时，安妮正在为一个社交聚会做准备。她穿着华丽的晚礼服，正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妆容。今晚我们要去参加梅森夫人的晚宴，她说，你最好换一套衣服。我看着她，突然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厌倦。这种生活，这些社交活动，这些表面的繁华，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想要的是在市场里搏击的刺激，是征服挑战的满足感。我不去，我说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他转过身，眼睛闪烁着愤怒的火花。更重要的事情，比你的妻子还重要吗？比你的婚姻还重要吗？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们爱的是对方的影子，而不是真实的彼此。几个月后，安妮离开了我。她没有要求分割财产，也没有进行激烈的争吵。她只是单纯地收拾下了行李，留下了一封信。杰西，她在信中写道，你是一个天才，但你也是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人。我希望你能找到真正寻找的东西，但我知道那个东西不是我。他是对的，我永远无法满足，永远在寻找下一个挑战，下一个机会。这种性格让我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，但也让我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。安妮离开后，我反而感觉到了一种解脱。没有了社交义务，没有了情感纠葛，我可以完全专注于我的工作。我开始过了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，除了必要的商务活动，我很少出门。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市场、分析趋势上面。这种孤独让我更加的敏感，更加的专注。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市场那些微妙的变化，那些其他人察觉不到的信号。我感觉到一场大的风暴正在酝酿，整个金融体系就像一张过度拉紧的网，随时可能会断裂。当断裂发生的时候，大多数人会被卷入其中，但少数有准备的人会获得巨大的机会。我要确保自己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。1907年的春天，我开始大量积累现金，减少长期持仓。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太过于谨慎，错过了牛市最后一波的上涨。但我知道，耐心会得到回报。那个改变一切的时刻即将到来。